爱才仙人说的对，这2件是血铠甲，的确已经有了主人，那便分别是喵喵公主与仙玉音。楚风观察一番后，对众人说道：“怎么会这样？”听得此话，许多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郁闷的神情。事到如今，他们都希望楚风与仙喵喵同去嗜血杀阵，可不希望仙喵喵与仙玉音去。混账东西，谁让你擅作主张，为我与仙玉音量身定做的？你经过我们的同意了吗？此刻，仙喵喵更是气得小脸发红，当场发作。他真的是被气坏了。喵喵，不得无礼！精灵国王说道。喵喵公主请息怒，此事与我并不相干，乃是我师兄做的决定。不过也请公主不要怪罪师兄。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会突然在半路出来一个楚风小友，都以为是你与玉音少爷前去，所以说什么都没用了。大局已定，公主若是要怪罪，就怪罪我吧。爱才仙人扑通一声半跪在了地上。他此番举动看似重情重义，可在很多人看来，他就是在装腔作势。而实际上，当楚风说出那番话后，他的心里就快要乐开花了，因为这说明他的结界之术的确很厉害，已经骗过了楚风。而这一刻，仙玉音父子俩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可心里同样是开心的不得了。尤其是想到昨夜楚风那样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此刻心中就是更为爽快，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楚风吃瘪的样子。喵喵，不用急，虽然这2件是血铠甲，的确是为你和玉音少爷准备的，不过我只需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穿戴了。就在此时，楚风忽然开口说道。楚风此话一出，莫说仙玉音父子俩，就连仙喵喵等远古精灵也是吃了一惊。楚风，你说的是真的？仙喵喵更是激动的再度询问。自然是真的，这不是什么难事。楚风笑着点了点头。楚风小友，千万不要乱来，这是血铠甲，乃是我与师兄耗费多日打造而成，它的特性我最为了解，如今它已是完成品，你若是擅自改造，就会让是血铠甲失去原本的作用。就算你可以成功穿戴在身上，可若是进入嗜血杀阵，这是血铠甲却无法保护你，那你进去何用？简直就是送死。然而爱才仙人对此事是早有准备，竟然开口就是说了一大堆。听得此话，仙喵喵都傻了，他就算想要发火，也不知道该怎么发，因为他无法确定爱才仙人所说是真是假。如果爱才仙人说的是假的，那也就罢了，但爱才仙人若说的是真的呢？那楚风穿着嗜血铠甲进入嗜血杀阵，不就是等于去找死吗？这个责任他仙喵喵背负不起，在场的每一位也都背负不起。所以此时此刻，这不只是仙喵喵与灵月公主担心的事，这是哪怕众位元老与护法也都很担心的问题。眼下还尚且淡定的便只有2位，那便是楚风与精灵国王。楚风有恃无恐，处事不惊，而精灵国王始终不言不语，更是淡定的很，那个风轻云淡的样子，就像是在看戏一样。楚风又是一笑道：“爱才仙人怕是多虑了，这是血铠甲，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搞，无需你多虑，我自己便可以搞定。”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是不信我？爱才仙人问道。信你？你让我怎么信你？这是血铠甲，的确是为喵喵公主与玉音少爷准备的，可却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他们而准备的，乃是昨夜才开始准备的。楚风说道。楚风，你这是什么意思？爱才仙人一脸不解地问道。什么意思？你自己还不清楚吗？这是你昨夜动的手脚，至于是何目的，我想只有你与玉音少爷清楚吧。楚风冷笑着看了一眼仙玉音。楚风，你少含血喷人！仙玉音大声说道。楚风，我知道你对我偏见极深，但你也无需这样诋毁于我。我爱才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怎么可能做错这种事？爱才仙人也是极力辩解，要不然我们去找无量仙人，让他来看看。楚风说道。这样自然是极好的，可是我师兄有事，短时间之内不会再来精灵王国。爱才仙人说道。5支圣土的龙纹界灵师，又不只有你我以及无量仙人，我们可以去请别的龙纹界灵师去鉴定。楚风说道。楚风自然不会真的浪费时间去找人做什么鉴定，他这样说只是想让爱才仙人当众露出马脚。楚风，你若真的想找人鉴定，我自然可以陪你去找，但不是我自大，就算是其他界灵师也未必就能否定我的决断，毕竟我爱才修炼界灵之术也有5000余年，而你又修炼了多久？你凭什么质疑我？你真的觉得你是龙纹界灵师就可以无视一切了吗？我告诉你，就算同为龙纹界灵师，但排名也是有高低之分的。爱才仙人看着楚风，趾高气昂地说道。排名当然有高低之分，不过我想提醒你，你的排名可不高。楚风笑着说道。楚风，你真是放肆，身为一个晚辈，这就是你对前辈的态度吗？爱才仙人大喝道。态度当然要有，但分是什么样的前辈，一个为了一己私利便可以去杀一个无冤无仇的前辈，你觉得我该是什么态度？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但语气尽是讽刺。楚风，你这是看不起我的界灵之术对吗？你既然如此自大，那可敢与我比拼一番？爱才仙人没有正面回答楚风的问题，反而向楚风挑战，因为他没有脸回答楚风的问题，毕竟那件事的确是他理亏。比拼又是比拼，你配吗？你找个镜子照照自己，然后问一问，你到底配不配和楚风比拼？你凭什么和楚风比拼？仙喵喵指着爱才仙人一字一句地问道。仙喵喵此话一出，在场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抹解气的表情，这也都是他们想说的话。爱才在楚风面前的确是前辈，可是在众人看来，2人在品行上的差距乃是天差的别，爱才不配做楚风的前辈。楚风，你敢吗？爱才仙人再度问道。爱才仙人，好歹你也是一个前辈，请注意一下你的言行举止，免得丢了身份。灵月公主冷声说道。灵月公主，你不明白，老夫现在守护的乃是我身为一名界灵师的尊严，否则我日后将没脸再在5支圣土行走。爱才仙人辩解道。月言，你还要脸吗？你的所作所为你自己应该清楚，不妨实话告诉你，若不是无量仙人非要带你来，叫你协助他做嗜血铠甲，我精灵王国
可不会让你这种家伙进来。仙喵喵毫不客气地说道。爱才仙人哪怕脸皮再厚，可是被仙喵喵如此羞辱，他也是有些扛不住了，脸色铁青，很是难看。所以他再度看向楚风，说道：楚风，你还是不是男人？楚风没有回答，而是一阵冷笑。你笑什么？爱才仙人大声问道。我是不是过迷糊了？怎么今天发生的一切和昨天发生的那么像呢？楚风说这话的时候，看了一眼仙玉音。昨日仙玉音挑战楚风之时，与现在爱才仙人的态度一模一样，可是最终却是惨败收场。而楚风此话的意思，就是在说爱才仙人会落得与仙玉音一样的下场。我谅你也不敢。见楚风迟迟不答，爱才仙人冷然一笑，随后扫视一眼众人道：诸位公主，诸位少爷，诸位大人们，你们都看到了，楚风结界之术根本就是不如我，他现在对我的质疑完全就是污蔑。爱才，我可没说不比。楚风说道。难道你要比？爱才仙人问道。比，当然要比，不比一比，你也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弱。不过就算比，也是有条件的，我怕你不敢。楚风说道。真是笑话，有什么是我不敢的？什么条件？你说。爱才仙人说道。赌命，你敢吗？楚风说道。你说什么？你要与我赌命？听得此话，爱才仙人顿时一愣，这本来是他要拿来吓唬楚风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楚风拿来吓唬他。而事实上，此刻在场之人也都被惊呆了。什么情况啊？就算楚风与爱才仙人有深仇大恨，可也不至于比拼结界之术来赌命啊。以楚风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靠自己的修为就杀掉爱才仙人，根本没必要冒这个险。还是说，楚风真的有足够的自信，在比拼结界之术上也能胜过爱才仙人？一时之间，人们猜测纷纷，但同时皆是对楚风刮目相看。这个年轻人的气魄实在惊人，比就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能够胜我！爱才仙人大喝一声，已然应下。好，怎么比？你说。楚风竟将主动权交给了爱才仙人，不用你让，也应该由我说，毕竟我是你的前辈。爱才仙人则是不领情，但他这番话则是让人纷纷摇头，这实在是太没有身为长辈的风范了。对比之下，楚风的所作所为倒是尽显大家风范，处处都比爱才仙人表现的要好。我布阵，你破阵；你布阵，我破阵。布阵时间不能超过3个时辰，破阵时间不能超过半个时辰。你若不能破我的阵，算你说；我若不能破你的阵，算我说。爱才仙人说道。什么？布阵3个时辰，破阵才半个时辰，这怎么破的了？听得此话，众人一脸诧异，这个规则有些不太合理。然而相比于旁人，楚风却是微微一笑，一脸无所谓的说道：那我若是破了你的阵，你却无法破了我的阵呢？那就是我爱才技不如人，我当场跪地管你叫爷爷。爱才仙人愤慨的说道。虽然他也被楚风以赌命的气魄给惊到了，可他已然对自己自信十足。好，那便来吧。楚风微微一笑，示意爱才仙人可以开始了。殿内太小，到外边来。爱才仙人冷哼一声，随后便飞掠而出，来到了殿堂之外。楚风紧随其后，殿堂内的其他人也都是纷纷跟着飞掠而出。此时此刻，天际之上的众位大人物们皆是目光明亮，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他们远古精灵虽然战力强悍，可是结界之术却大多一般，难得有2位龙纹极界灵师进行对决，并且还是生死对决。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场精彩的好戏，绝对不容错过的好戏。忽然，爱才仙人动了，双手摆动，狂风大作，金灿灿的黄级结界之力更是为其所控。他在布阵，布置一道强悍的大阵。这道大阵可以说是防御大阵，但却绝非简单的防御大阵。这座大阵总共分为81座小阵，可就算这些小阵，一座也是覆盖数千米，81座小阵相互交错，构成了这座覆盖数万米的超级阵法。爱才仙人不愧是10仙之中排名比界灵仙人与白眉仙人还要高的界灵师，他的结界之术的确非常精湛。不过，哪怕是他这种如此厉害的界灵师，布置这座阵法也是花费了足足3个时辰，这刚好是限制时间的极限。楚风，破阵吧！爱才仙人指着自己身后那金光闪闪的浩瀚阵法说道，苍老的脸上洋溢着的是自信十足。这怎么破？看着那阵，远古精灵们皆是眉头紧皱，哪怕他们对界灵之术不是非常了解的精灵，可是却也看得出来，这座阵法是专门针对结界之术的。也就是说，若是用武力破解此阵，其实挺简单的，以楚风的修为，不过是挥一挥衣袖的事情。可若是用结界之术来破，那就非常之难，简直太难了，难道无从下手？真是卑鄙！此刻，哪怕向来淡定的远古精灵大人物们，也是忍不住鄙视起爱才仙人。爱才仙人说布阵时间是3个时辰，而他刚好用了3个时辰才布置出了这座阵法，显然他都是计划好的。楚风大意了，就不应该让这爱才仙人开条件，现在可倒好，他简直是处处都占尽了先机。此刻，灵月公主目光闪烁，同样是一脸担忧。在她看来，楚风此刻当真是情况不妙。怎么了，姐姐？这座阵法真的很难破吗？见自己的姐姐已是如此，仙喵喵就更加担心了。难，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对结界之术的了解不如他们龙纹极界灵师，可是却也看得出来这座阵法的厉害。莫说半个时辰，就算10个时辰也破不开啊！这根本就是一座无解之阵。灵月公主说道。那怎么办啊，姐姐？你想个办法。听得此话，仙喵喵顿时就急坏了。这次比拼与昨夜的不同，楚风若是输了，可真的要死的呀！这阵是没法破了。楚风若想赢爱才仙人，基本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楚风也布置一道爱才仙人无法破解的阵法，以平局收场。灵月公主说道。楚风可以吗？此刻，仙喵喵看向了楚风，他对楚风的战力很有自信，可是结界之术他也没有底。以楚风的实力，应该有可能。
只是就怕这局未平后，爱才仙人不肯善罢甘休，还要再比。灵月公主说道：“我不会给他机会的。这场比拼若是平局，我就立刻将爱才仙人驱赶出我精灵王国。”仙喵喵说道。灵月公主也是点了点头，其实这也是她的想法。楚风小友，快破阵啊！你可只有半个时辰啊！此刻见楚风迟迟不动，一位精灵我王国的护法忍不住提醒起来。而这一刻，人们才恍然大悟，爱才仙人已经开始计时了。楚风怎么还不破阵？此刻，爱才仙人则是淡淡一笑，讽刺地说道：“是知道破不了，所以放弃了吗？错了。”然而楚风却摇了摇头，缓缓地走到了爱才仙人的近前，说道：“你这阵法，我一瞬间就可破解，又何必急于一时？你说什么？你真是大言不惭！”听得此话，爱才仙人气得不轻，他对自己这座阵法简直是自信十足。莫说是楚风，就算是他师兄，他也不怕。而楚风居然这样说，便是对他的侮辱，他怎能不气？事实上，莫说爱才仙人，就连仙喵喵等人都听傻眼了。都这种时候了，楚风不抓紧破阵，怎么还如此淡定的对爱才仙人说大话？这并不是说大话的时候啊，大言不惭。呵呵。而楚风则是再度一笑，说道：“我就让你看看，我是不是大言不惭。”楚风话音一落，随后便猛然抬手，刹那间，一道金光自楚风的掌心飞掠而出，如同一把利剑一般，径直地射入了那座浩瀚阵法之内。那金光一经入阵，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浩瀚阵法，竟在瞬间崩溃瓦解，化作数道耀眼的金光，消散在了半空之中。刚刚发生了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刻，莫说爱才仙人与仙玉音父子俩，就连仙喵喵等人也都看傻眼了。有意思，此刻唯一尚且的淡定的，便是精灵国王，而在他的眼中，也是难得的闪烁起了惊艳的目光。楚风，你破开了，可是这座阵法明明非常难解，你是怎么做到的？仙喵喵来到楚风近前，无比好奇的问道。他真的是激动坏了，因为楚风超乎了他的想象。对呀，楚风，你是怎么做到的？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灵月公主也跑了过去。事实上，此刻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了楚风的身上，他们都想知道这个答案。本来他们都觉得楚风此次怕是凶多吉少，就算最好的结局也只是个平手，但没有想到楚风竟然如此轻易的就破解了爱才仙人的阵法，这真是让他们大跌眼镜。楚风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向了爱才仙人，这才发现此刻的爱才仙人脸色发白，面色如纸，宛如将死之人一般，并且他在不断的摇头，且还喃喃自语道：“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顺着楚风的目光，人们也都发现了爱才仙人此刻的模样，不由得在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因为爱才仙人此刻的反应比之先前的得意与嚣张简直是天差的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得人们实在是暗爽。爱才仙人先前所布的阵法传自远古时期，叫做结界防御连环阵。这座阵法顾名思义，它的作用不是用来防御武力攻击的，而是专门防御结界的。也就是说，想用结界破此阵，可谓非常之难。并且爱才仙人在布阵的时候，还用了多块龙纹结界石，以增添这结界的防御力。这也就导致这座结界阵法更是难以破解，几乎无解。楚风说道：“既然这么难，那你是怎么破解的呀？”仙喵喵好奇地追问起来。这件事由我来说吧。此刻，精灵国王抢着说道。听得此话，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精灵国王。爱才仙人的阵法很少见，但楚风小友却一眼就认出了这座阵法，所以在爱才仙人费尽心思布置这座阵法的时候，楚风小友就已经在布置破解阵法，并且楚风小友的结界之术实在是厉害，竟在爱才仙人没有布置完阵法之前，就已经悄然的再布置好了破解阵法，且藏于掌心之内，所以才会发生刚刚的一幕。精灵国王说道：“竟然是这样，太不可思议了。”听得精灵国王的话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之前他们一直在留意爱才仙人是如何布置阵法的，却根本没有关注楚风在做什么。任凭是谁也没有想到，在爱才仙人出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失败。可是爱才仙人布置的阵法声势如此浩大，楚风的破解阵法怎么会悄然无声呢？仙喵喵不解地问道。喵喵说所及时，如此厉害的阵法，就算破解也应该声势浩大才对。楚风小友怎么做到无声无息，甚至藏于说中的？仙喵喵这一问，也让所有人都好奇起来。所以我才说楚风小友的结界之术很是厉害。精灵国王说此话的时候，冲着楚风笑了笑，而此刻楚风也是回以一笑，他那结界阵法布置得很是巧妙，若非认真观察，没人会发现的。但精灵国王发现了，这便说明精灵国王一直在认真地观察着他。不可能，我这阵法传自远古，乃是我自一技之中所得，连我师兄未必破得开这座阵法，你怎么可能做得到？爱才仙人连连摇头，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也相信知道这座阵法的人不多，但是真不巧，我刚刚就是为数不多的其一，并且我也刚好知道连你也不知道的破解方法。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怎么可能？你小小年纪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你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掌握如此厉害的阵法？爱才仙人面如死灰，他有些傻了。那座阵法他修炼了足足100年才掌握，为的就是与界灵师比拼的时候派上用场。也这个是因为这座阵法他才有恃无恐，因为他只知道布阵，却不知道如何破阵，所以在他看来这座阵法才是无解的。而楚风的年龄应该还不到30岁，20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知道如此厉害的阵法，并且还掌握着比阵法本身还要难以修炼的破解阵法？爱才仙人不必惊叹，下面该你破阵了。面对爱才仙人那慌乱的模样，楚风却是笑容不减，说话间便盘坐于空，将双掌合并在了一处后，闭上了双眼。楚风在做什么？怎么不布置阵法呀？本来许多人都觉得楚风是要布置阵法了，
本来都期待的不得了，可是楚风往哪里坐下后，竟然一动不动，并且一坐就是足足1个时辰，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这让人们极为不解，不明白楚风到底在干嘛，该不会真的是在睡觉吧？好了，然而就在1个时辰之后，楚风不仅睁开双眼，还站起身来，且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意。好了，什么好了？明明什么都没有啊！人们四下观望，甚至动用感应力仔细感应，但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阵法。楚风到底做了什么？他似乎什么都没做，只是坐在空中睡了1个时辰。可是既然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又说好了？难道说楚风要放水，要给爱才仙人一个机会？可是没有理由啊，二人是生死对头，楚风肯定恨不得立刻杀了爱才仙人才是，怎么会对爱才仙人放水？楚风，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事实上，就连爱才仙人也是一脸的不解。虽然楚风破开了他的阵法，他也是被惊呆了，但是他却没有认输，毕竟他还有破开楚风阵法的机会。但现在这情况算是怎么一回事？楚风根本就没布置阵法，要他破什么？所以他才说楚风是在浪费他的时间。浪费时间？不，该是你破阵的时间了。楚风说话之间，那合并的双掌忽然张开，这一刻，一道耀眼的金芒便闪烁开来，那是一颗金色的球体，不过鹅蛋大小，可却光芒闪闪，如同一轮金色的明日，照耀八方。难道说这便是楚风所布置的阵法？怎么这么小啊？仙喵喵等人一脸茫然。相比于爱才仙人所布置的阵法，楚风此刻所布置的实在是太袖珍了一些。这就是楚风布置的阵法，真是可笑。我虽然不懂结界阵法，可也看得出来，这座结界阵法不堪一击。仙玉音发出了一声冷笑，尽管在楚风破开爱才仙人阵法的时候，他也是被惊呆了。那一刻，他虽然还站在半空上，可却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无尽的深渊，再无出头之日。可是这一刻，看到楚风所布置的阵法后，他又看到了希望。然而看到这颗金色的球体之后，爱才仙人却是目瞪口呆，宛如石化了一般。他是真正的傻了。爱才仙人，发什么呆？莫非你也可以在一瞬间就破解我这阵法？楚风笑嘻嘻地问道。他这绝对是在嘲讽，因为他知道爱才仙人绝对破不开他这阵法。爱才仙人，该你了。此刻倒是仙玉音坐不住了，竟然主动提醒起爱才仙人，因为他可不希望爱才仙人输。比拼天赋，他已经输给了楚风，若是比拼结界之术，爱才仙人也输给楚风，那他们今日所安排的一切不仅全部白费，反而会再度的衬托楚风的强大。他们果然有关系。而此刻，仙喵喵与灵月公主，甚至一些护法们，也都是鄙视的白了仙玉音一眼。现在精灵王国的人们几乎都希望楚风赢，因为他们都很烦爱才仙人。然而这种时候，仙玉音却与众人不同，竟然站在爱才仙人那边，这自然让人们对仙玉音的印象变得更差。爱才仙人，你在想什么呢？快点破阵啊！然而此刻，仙玉音却根本顾不得别人是怎么看他的，因为哪怕他已经提醒了，可是爱才仙人还是迟迟不动，就像傻了一样，这实在让他不安。然而就在此刻，爱才仙人竟然跪在了半空之上，且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输了，我认输，不要让我死，不要让我死。”这一刻，人们也都傻眼了，什么情况啊？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金球，怎么就把爱才仙人逼到这种地步，竟然主动认输？此刻，楚风则是面色不改，仿佛这一切早有预料。别看他那座阵法不过鹅蛋大小，可是破阵的难度却比界灵仙人先前布置的阵法还要高。就算他知道破解阵法，可是要破都有难度，更何况爱才仙人这种不知道破解阵法的。爱才仙人，你还真是没脸没皮啊！说好了赌命的，你当时可是爽快答应，而先前比拼的规则，我又是全让你定的，已经足够迁就你了。既然败了，就该心服口服，兑现你的诺言。你现在这又算什么？楚风问道。楚风小友，我真的错了，以前是我见钱眼开，以后我再也不会了，这是我毕生所得，我的所有财富都在这里。楚风小友，你饶我一命，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爱才仙人说话间，取出3个乾坤袋，并且说话间以跪着的形式走到了楚风近前，一脸卑微的将3个乾坤袋呈现到了楚风的身前。见状，楚风也不客气，将3个乾坤袋握在手中，打量了一下。而这一打量不要紧，好家伙，真是大开眼界啊！这3个乾坤里面装的是什么？竟然还是乾坤袋，每个乾坤袋里面都装着数百个乾坤袋，所有乾坤袋的数量加到一起，竟然有着足足1836个乾坤袋。而这么多乾坤袋里面的宝贝，当真是琳琅满目，可谓什么都有。就连楚风之前一直需要的天地奇物，在这里面也是有着好几个。只是可惜，那些天地奇物蕴含的天地能量不是很高，对于如今的楚风来说，帮助也不是很大。可是除了天地奇物之外，还有许多宝贝，光是半成地兵就有着多把。不得不说，爱才仙人这一辈子还真是没少搜罗宝贝，只不过连他也想不到，他不顾名声，不择手段，而搜罗了一辈子的宝贝，最终竟全部做了楚风的嫁衣。这些本来就是我的，因为你死了，你的东西就理当归我。楚风坦然收下乾坤袋，可是却并不打算饶过楚风。爱才仙人这种人实在可恶，绝对不能放过，否则后患无穷。楚风，你饶过我吧，我承认我是在试血铠甲，是做了手脚，可是我都是被逼的，这不是我想做的，全都是他，是他逼我做的。爱才仙人说话间，竟将手指向了仙玉音的父亲。爱才，你在胡说什么？见到这一幕，仙玉音的父亲也是慌了，他万万也想不到，爱才仙人竟然会如此龌龊，自己贪生怕死也就算了，为了苟活，竟然供出了自己。仙道风，你少装蒜，这一切明明就是你吩咐我的，是你答应给我好处，我才这么做的。你与你儿子嫉妒楚风小友的才能，而你为了帮自己的儿子，便不择手段，不惜让我为你做事，也要坑害楚风小友，你实在太卑鄙了。
你不配做精灵王国的护法。然而爱才仙人却根本就不怕仙玉音的父亲，不仅不怕，反而取出了昨夜仙玉音父亲赠送他的玉佩，高举玉佩，扫视众人说道：诸位大人，我没有说谎，这便是仙道风赠送我的，他许诺我，只要今日对付了楚风，今夜便给我巨大好处。爱才仙人不仅供出了仙玉音的父亲，还添油加醋，把有的没的都说了出来，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仙玉音父亲的头上。你！这一刻，仙玉音的父亲连话都说不出来，他真的是快被气疯了。他真是没有想到，爱才仙人会如此无耻，明明是他主动要帮忙的，如今竟然把所有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盛怒之下，仙玉音的父亲竟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敬爱才仙人被气得吐血。你还装？你可真是一个演技派，表面正气凛然，实际上最阴险的就是你。然而爱才仙人不仅不为所动，反而不依不饶的冷嘲热讽。你，爱才，你这个卑鄙的小人！此时此刻，仙玉音的父亲真是后悔极了，后悔自己昨夜自己脑门子一热，竟将这玉佩给了爱才仙人。我要宰了你！暴怒之下，仙玉音的父亲竟忽然出手，一掌轰出，顿时武力涌动，向爱才仙人轰去。国王陛下，请您救我！眼见不好，爱才仙人大喊一声，想要向精灵国王寻求庇护。然而精灵国王却是不管不顾，不仅精灵国王不管，几乎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要管，皆是冷眼旁观。于是一声闷响之下，爱才仙人已是血花飞溅，被仙玉音的父亲一掌击毙。爱才仙人死了，在场没有一个人感到同情，反而是一脸的解恨。这种人真是死不足惜，因为他活着就是一个祸害。六品武帝，我果然没有猜错。而此刻楚风也是发现了，仙玉音父亲的修为乃是六品武帝，竟与南宫龙剑一样。不过楚风今非昔比，就算是六品武帝，楚风也未必就惧怕。就算楚风打不过，可也是有着与其一战的能力。总之，六品武帝想杀楚风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楚风觉得仙玉音的父亲未必会有对付楚风的机会，因为眼下他也是自身难保。这件事你要怎么解释？精灵国王对仙玉音的父亲问道。我解释也是没用，这件事的确与我有关。不过不管玉音的事，仙玉音的父亲竟坦然承认，其实这也是他最好的选择。他认罪最多接受惩罚，精灵王国不可能因为楚风一个外人而杀了他。可他若不认罪，那不仅会让他被人笑话，被人鄙视，被人指指点点，连同他的儿子仙玉音也将会如此。你真是令我失望，你的护法之位交给仙龙代理，而你自己去闭关悔过吧，100年之内不得出关。精灵王国说道。听得此话，仙玉音与其父亲都傻眼了。说的好听是闭关100年，说的不好听，这就是软禁100年啊！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精灵国王给予仙玉音父亲的惩罚会如此严重。当这个惩罚说出来的时候，就连仙喵喵与仙灵月两姐妹也都是惊呆了。是，然而仙玉音的父亲却只能点点头，随后便转身离去。精灵国王不担心他逃走，因为他没有那个胆量，就算为了他的儿子，他也不会的，只能遵从精灵国王的审判。此事之后，精灵国王自觉愧疚，毕竟楚风来到此处后屡遭刁难，皆是他远古精灵的人做的，所以他特意摆设酒宴款待楚风。只不过这场款待没有别人，只有精灵国王与楚风二人。国王陛下，能与我讲讲远古时期之事吗？楚风问道。远古时期，那个修武鼎盛的年代，是楚风最向往也是好奇的年代。楚风小友，你不是第一个问我关于远古时期的人，可是这个我真的无法回答你。远古时期太遥远了，我远古精灵虽然是传自远古，可却不记得远古时期的事情，关于远古时期的资料也都没有。精灵国王说道。原来是这样，看来远古时期真的成了一个谜。楚风感叹起来，的确是一个谜，但是谜总有解开的那一天。精灵国王说道。国王陛下，你觉得远古时期的强者真的已然灭绝了吗？楚风问道。未必。精灵国王摇摇头说道。修武一途，永无止境，我等位于此处，看似呼风唤雨，但每当仰望夜空之时，总有一种坐井观天之感。因为我知道在那苍天之上还有修武高手，只是那是一些完全超出我等想象的高手。如果说他们如神一般，那我们便只是凡人罢了。而想一想，我等凡人用尽各种手段都能活到万年之久，神的话数万年甚至数百万年也未必没有可能。精灵国王说道。听得精灵国王的话后，楚风对其又是刮目相看。他看得出来，精灵国王的确是有远见之人。国王陛下，莫非你觉得天外还有修武者？楚风试探性的问道。不是觉得，而是一定有，并且有很多。若要举例的话，我等此刻身处的世界乃是浩瀚星空，那么我武之圣土在这浩瀚星空的位置划到此处。精灵国王忽然探出手指，放到了楚风近前。楚风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手指上面有一粒尘埃。尘埃？楚风叹道。没错，若与浩瀚星空相比，我武之圣土就是一粒尘埃。精灵国王说道。国王陛下果然很有想法。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知道吗？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精灵国王说道。谁？楚风问道。清玄天。精灵国王说道。清玄天？楚风颇感诧异。就是清玄天，我小的时候见过他，那个时候我只有10岁，因为天赋不错，我修武的时间比寻常人要早。当时我对修武充满了无限的期待，而我最崇拜的便是我远古精灵当时的国王，那是我远古精灵有史以来被誉为最强的一位国王。精灵国王说道。最强？楚风颇感惊讶。没错，就是最强。然而你人族的清玄天却击败了我的偶像，击败了我远古精灵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位国王，击败了我远古精灵眼中无所不能的神。精灵国王说道。那时我远古精灵的所有人几乎都崩溃了，就仿佛被人从神坛拉入了凡间一般，他们一时之间就像失去了信仰，陷入了迷茫。
然而唯独我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精灵国王对楚风问道。为什么？楚风问道。因为从那天开始，我的偶像便做了清玄天。精灵国王说道。楚风倍感意外，他没有想到，如今远古精灵的国王，堂堂5只圣土的第一强者，他的偶像竟然会是清玄天，会是一个人类。这一刻，楚风不免又能联想到清玄天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将是何其强大，否则又怎能征服如今的精灵国王呢？清玄天是一代帝王，我眼中真正的帝王也唯有他一个。他不仅救了5只圣土，也救过我远古精灵，是所有人的恩人，哪怕后辈也不该忘记他的大恩。不过因为当初精灵国王败在了清玄天手中，而败了后，我远古精灵需要按照约定，将诸多远古仙池与各族共享，这导致许多族人对清玄天有着很深的敌意，但也有一部分人很认同清玄天，因为我远古精灵当初的确有些地方很是霸道，清玄天只是做了公平的事罢了。正因有人认可清玄天，又有人仇恨清玄天，才导致我远古精灵当初与清玄天的关系乃是亦敌亦友。而现在我在楚风小友的身上看到了清玄天的影子，而我不想与楚风亦敌亦友，我想与楚风小友只做友不为敌。精灵国王说道。国王陛下所说也正是楚风所想。楚风主动举杯，而精灵国王也是笑着与其碰杯，二人同饮一杯。可精灵国王却觉得并不过瘾道，杯小不过瘾，不如换碗吧。见状，楚风则是直接举起酒坛道，不如直接这样喝吧。哈哈，楚风小友说的对，好，那咱们就用坛喝。精灵国王也是举起酒坛，虽然修武者实力强横，可是酒也同样可以醉人，因为修武世界的酒也是特殊的酒，但是二人酒量奇好，这一夜足足饮了数十坛酒，却皆没有醉。楚风不用说了，他是百毒不侵之体，毒都不能让他晕，更何况是酒。而精灵国王似乎并非特殊体质，而是单纯的酒量极好，因为他与楚风不同，楚风百毒不侵，喝再多酒也不会受其影响。而精灵国王虽然没有醉，可是脸色也开始发红，就连话也变得多了，这乃是被酒劲所影响。但对于楚风来说，这是好事，能让精灵国王更加敞开心扉的与他交谈。楚风小友，天外我去不了，但我知道你有朝一日可以去，而你若可以去，能否帮我找一个人？精灵国王说道。找人？听得此话，楚风神情一动，随后问道，找谁？喵喵的母亲。精灵国王说道。喵喵公主的母亲。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眼前一亮，心想这是有故事啊，所以楚风没有继续问，而是看着精灵国王，他在等着精灵国王说。精灵国王既然已经开口了，就一定会对楚风说，知道我为什么确定天外有修武者吗？因为喵喵的母亲便是来自天外。精灵国王说道。喵喵公主与灵月公主不是同母所生？楚风惊讶地问道。所有人都以为喵喵与灵月是同母所生，其实不是，而这个秘密只有我与灵月的母亲知道，现在又多了一个你。精灵国王说道。国王陛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楚风也忍不住追问起来，事关天外之人，他不得不问，因为天外可是楚风日后将要征战的地方。随后精灵国王也没有隐瞒，开始为楚风讲述起当年之事。原来当初灵月公主的母亲已经怀了精灵国王的孩子，但那个孩子刚刚怀孕1个月，胎相便已是极其不稳，很可能会保不住。当时远古精灵的元老都劝精灵国王顺其自然，因为就算那个孩子生下来，可体质如此弱，也难成大器，还不如就放任不管。可精灵国王很是固执，要么不要，可既然要了，就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孩子。为此他寻求5只圣土当时最为强大的几位戒灵师，想要保住他的孩子，甚至为了寻找一株草药，他不惜以身犯险，闯入了5只圣土的第1大禁区神之岭的神之领地。国王陛下进入过神之领地，楚风很是惊讶，的确是去了。精灵国王点了点头，可是不是说神之领地不得进入，进入其中必死无疑，就算活着出来，可也活不过1个月吗？莫非传闻是假的？楚风问道。因为神之领地一直是楚风想要去，可一直又没有机会去的地方，传闻是真的，但也没有那么玄。神之领域内有一种特殊的病菌，若是感染便会死，而进入其中者皆会感染。这种病菌5地以下者若是感染必死无疑，但5地以上者若是感染，倒是有法可医，当然了，唯有龙纹级戒灵师才能医治。精灵国王说道。原来是这样，那后来呢？楚风问道。后来我也没能寻得那株草药，但却遇到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人。精灵国王说道。是喵喵公主的亲生母亲？楚风问道。精灵国王点了点头道。这件事有点复杂，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她怀了我的孩子，但却不肯留在此处，所以后来她便用手段将自己腹内的孩子换到了我夫人的腹中，且这个孩子的名字也是她取的，这个孩子便是喵喵。这一刻楚风似乎终于明白为何仙喵喵的天赋如此强大了，原来他也是来自天外的种。您怎么知道他是来自天外？楚风问道。他自己说的，并且他的力量更是强大到不可思议，当初他要走，我根本就拦不住。说到这里，精灵国王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无奈。这一刻楚风也是心中一动，连堂堂5只圣土的第1强者竟然也有如此无能为力的时候，看来仙喵喵的母亲绝非寻常之辈，天外强者真的皆是那么强吗？此刻楚风对那天外越发期待起来。总之喵喵不属于这里，它属于天外，而我若没有猜错，你也应该一样，因为你掌握的力量同样不属于5只圣土。精灵国王看着楚风说道。这一刻楚风笑了，他在犹豫要不要与精灵国王摊牌，告诉他关于自己的身世。而当其想到精灵国王连这种秘密都告诉自己后，说明人家对自己很是信任，所以楚风决定他也告诉精灵国王自己的身世。楚风，相信你的身世是你秘密，所以你不必告诉我，因为我也不并想知道，我只知道你非池中之物，
迟早要飞入天外，而我的喵喵也同样如此。虽然天外我没有去过，可也能够想象到它的凶险，所以我希望日后你与喵喵进入天外后，你能够替我照顾喵喵，帮助喵喵寻找他的母亲。精灵国王说道。喵喵公主也不知道这件事吗？楚风问道。她还不知道，可是早晚是要知道的。精灵国王说道。那您可知道该如何进入天外？楚风问道。天外怎么进入？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能否进入天外与修为无关，但却与神之领地有关。精灵国王说道。神之领地。此刻楚风目光微微一闪，随后说道。看来神之领的我是必须要走一趟了。楚风，现在的你还是不要去那里为好。精灵国王说道。为何？楚风问道。那里的凶险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可是你自己还是不要去，等有机会我与你一同去。精灵国王说道。那就有劳国王陛下了。楚风说道。还有一件事，楚风你一定要注意。精灵国王说道。什么事？楚风问道。一定要小心暗殿。精灵国王说道。暗殿？国王陛下，你知道暗殿究竟是何方神圣？楚风问道。暗殿是何人所创我并不清楚，但我能确定的是，暗殿是很危险的势力。如今五之圣土也有许多高手投靠了他们，比如阴阳仙人。精灵国王说道。阴阳仙人？楚风听过阴阳仙人大名，可却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个实力要在雪发和罗盘仙人之上的存在。楚风小友一定还记得雪发仙人吧？精灵国王说道。当然记得，雪发仙人有恩于我。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还真是只记恩不记过，雪发仙人的确帮过你，可是他也害过你吧？他可是亲口对我说过当初将你丢入毒谷的事情。精灵国王说道。莫非国王陛下与雪发仙人很熟？楚风问道。雪发仙人性情孤僻，他的朋友很少，而我算是其中之一。精灵国王点头道。知道为何雪发仙人在你最危难的时候忽然就宣布不再插手你与四大地族的恩怨吗？其实那是阴阳仙人的插手了。精灵国王继续说道。阴阳仙人插的手？楚风眉头微皱，但却并未表现得太过惊讶，毕竟暗殿当初本就是在暗地里帮着四大地族对付他，只是他不明白阴阳仙人与雪发仙人的关系。于是楚风问道。莫非阴阳仙人与雪发仙人的关系很是要好？谈不上多么要好，只是雪发仙人年轻之时曾欠下阴阳仙人一个人情，所以这个忙就算他不想帮，可也只能帮了。并且阴阳仙人加入暗殿也是雪发告诉我的，因为阴阳仙人曾亲自邀请雪发仙人要他加入暗殿，不过被雪发仙人拒绝了。而我若没有猜错，当日出现在西门地族的那位六品武帝应该就是阴阳仙人本人。精灵国王说道。这就难怪了。楚风忽然想到当初百里玄空等人那被束缚的结界非常厉害，哪怕楚风也无法快速破开。那个时候楚风就知道有强大的龙纹界灵师帮着四大地族，而现在听精灵国王这样一说，一切也就都解释通了。原来都是那阴阳仙人所为。阴阳仙人只是其一，五之圣土上的高手还有很多，估计已然有不少人加入暗殿，只是我还不清楚究竟是谁加入了。当真是我们在明，他们在暗，但是只要暗殿展开大规模的行动，他们就会暴露，只是那个时候怕是要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精灵国王说道。暗殿的人曾说过要称霸五之圣土，可是称霸必有战争，战争必要流血，而以暗殿的作风，搞不好这将是五之圣土的一场浩劫。楚风感叹道。楚风小友对着暗殿似乎颇为了解，莫非你还知道些什么？精灵国王问道。暗殿曾邀请界师联盟的高手加入暗殿，被界师联盟拒绝后，他们便派人屠灭界师联盟，还好我及时赶到，否则界师联盟怕要遭殃。楚风说道。那界师联盟现在如何？精灵国王关切地问道。应该无恙。楚风说道。那便好。暗殿四处邀请界灵师，应该另有所图，不过我也在命人打探暗殿的大本营，既然这是一个隐患，那我必须尽早清楚。精灵国王说道。国王陛下要与暗殿开战？楚风问道。如你所说，战争必要流血，更何况是一场想要独霸五之圣土的战争。作为五之圣土的一员，我觉得我远古精灵有阻止这场战争的责任。精灵国王说道。国王陛下一身正气，能为五之圣土天下苍生着想，乃是五之圣土之福。楚风此刻对精灵国王的看法又有所改变。之前听闻种种，皆说远古精灵高傲自负，虽然这也是事实，可是至少这位精灵国王却是与众不同。楚风此话并非溜须拍马，而是实话实说。五之圣土能有这位精灵国王，是五之圣土众生之福。因为楚风隐隐间有一种预感，暗殿的能量不可估量，否则怎么会让阴阳仙人那种强者也为他们效力？这样的势力实力怕是不输于三府，甚至还要更强。如今五之圣土能够压制他的，也唯有远古精灵了。甚至楚风还有一种设想，暗殿现在之所以迟迟还不敢有大动作，怕的不是三府四族九氏，也不是妖兽族群，怕的其实就是远古精灵。楚风小友这话未免将我说的太高了，其实能否像清玄天前辈一样担起守护五之圣土的重任，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不过你现在可是要担起一样重任了。精灵国王说道。什么重任？楚风问道。好好照顾我的喵喵。精灵国王笑着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笑了笑，随后又郑重地抱了抱拳道。一定。之后楚风便回到了紫焰黑山，不过同时他也带走了2样物品，那便是2件嗜血铠甲。嗜血铠甲被爱才仙人动了手脚，楚风必须修改才能穿戴，并且别看是血铠甲是出自无量仙人之手，可楚风仍感觉不完美，所以准备好好改善一番，让它尽量完美一些，而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楚风直接将2件嗜血铠甲带了回来，并且约定与仙喵喵约定，在是血杀镇东南方的入口处汇合。回到紫焰黑山之后，南宫龙剑等人一切正常。罗盘仙人毕竟是10仙之一，所以有他在，南宫龙剑并无大碍。楚风，你的修为可是……
当南宫龙剑与罗盘仙人看到楚风后，可就是惊讶不已，因为楚风没有掩饰修为，他们都发现楚风已是成为武帝，凑巧突破了。楚风笑着说道：“你这小鬼还真是妖孽，这种突破速度简直是惊为天人啊！”罗盘仙人惊叹连连道：“看来老夫是无缘收你为弟子了，太妖孽，让我收我也不敢收了。”其实，当得知楚风得到了九灵神图的所有阵法后，罗盘仙人就已经放弃了收楚风为弟子的想法。前辈实在是过奖了，你再这样说，我可就要自大了。楚风笑着说道：“自大就自大，你有自大的本钱。”白素烟抢着说道：“的确。”就连向来沉默寡言的南宫龙剑也是点了点头。在几位这样的语言攻势下，楚风也是有些招架不住，只能一个劲的傻笑。楚风，那你此次求到千叶雀尾花了吗？在众人欢声笑语之时，白若晨开口问道，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而此刻，罗盘仙人、白素烟，包括南宫龙剑，神情也都是变得凝重了一些。这又何尝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罗盘前辈，这是千叶雀尾花吧？楚风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罗盘仙人。是，没错，这正是千叶雀尾花。罗盘仙人此刻又是一脸的震惊，问道：“可是怎么这么多啊？有多少？”此刻，南宫龙剑好奇地问道：“你们看！”罗盘仙人大袖一挥，直接将乾坤袋内的100颗千叶雀尾花全部拿了出来。竟然这么多！这一刻，莫说白若晨与白素烟，就连南宫龙剑也是一脸的吃惊，因为单用肉眼看的也能看出来，这千叶雀尾花的不同寻常，这绝对是真正的天才地宝。若是他处的也就算了，这可是精灵王国的天才地宝啊！想当初罗盘仙人只求1颗，便不可再求。楚风怎么一下子弄来这么多？楚风小友，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真是让老夫自卑啊！罗盘仙人开玩笑道：“楚风，到底怎么回事？快与我们说说，我好好奇，你在精灵王国究竟做了什么？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白若晨也是一脸好奇地问道。之后，楚风简单的将在精灵王国的遭遇与他们讲述了一番。得知一切后，哪怕南宫龙剑对楚风也是再度刮目相看。在他们看来，精灵王国的人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高高在上，也的确有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这讲究的不仅是缘分，也是潜力。而精灵国王愿与楚风交好，看重的则是楚风的潜力。随后，楚风则是立即开始布阵，为南宫龙剑治病。这座阵法很难，可有罗盘仙人在，一切就很顺利。阵法布置的时间比预期的还要快，这阵法真是神奇。依我看，不是可能医好，而是定能医治好南宫龙剑的病。此刻，看着那盘坐在阵法之内，正被阵法那强大的力量而淬炼着的南宫龙剑，罗盘仙人的脸上洋溢起激动的情绪。这本不可能医治的绝症，如今竟然正在被医治，换作是谁都会激动。楚风，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白若晨站在楚风身旁，脸上挂着说不出的喜悦，看着楚风的目光中更是充满了真挚的感激。对他来说，最大的愿望不是修武巅峰，只是亲人团聚。然而这个很简单的愿望却一度成为了奢望。而这只因为南宫龙剑的病，眼下南宫龙剑的病既然可能被医治好，而这全靠了楚风，他自然感激不已。咱们俩是什么关系？那是真正的患难与共，生死之交。龙剑前辈是你的父亲，也就等于是我的父亲，他的病我必然要医。楚风笑眯眯道，他也很高兴。其实理由很简单，能够帮到朋友，他便感到高兴。因为他修武修炼结界之术，为的就是守护亲人，守护他们的安危与尊严。都说龙有逆鳞，而楚风最大的逆鳞便是亲人的安危与尊严，这是不容侵犯的。听得楚风的话后，白若晨不再多说，而是笑得更甜。白素烟也在一旁美美的笑着。罗盘前辈，我需要去修改一下噬魂铠甲，这阵法要劳烦您了。楚风对罗盘说道：“你去忙吧，这阵法我一个人布置不出来。可是既然已经布置完成，只是看着，老夫还是可以的。”罗盘笑着说道。他一直爱笑，起初楚风感觉他是笑里藏刀，觉得此人很是狡诈阴险。毕竟第一次见面，他就被罗盘仙人摆了一道，但现在再看，却感觉很是温暖。他的笑其实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所谓得爱笑之人吧。随后，楚风便开始修改噬血铠甲，而这一修改便足足是2日的时间。其实2日时间相比于无量仙人与爱才仙人打造这噬血铠甲所用的时间，简直微不足道。可是楚风却用了这2日的时间，让这噬血铠甲变得更为完美，只差一点点就大功告成。楚风，不好了！就在此刻，白若晨满面惊慌地跑了过来。怎么了？楚风起身问道。与此同时，他使用天眼向外观看，想要一探究竟。本来他觉得是医治南宫龙剑的阵法出了问题，可是这一看却发现那阵法并没有问题。虽然医治南宫龙剑的阵法没有出问题，可是此刻楚风却是脸色大变，随后放下手中的噬血铠甲，便向洞口处飞掠而去。他在岩洞入口处看到了2个人，一个是南宫地族的太上长老，而另外一个竟是江无伤。江无伤本应与段极道他们回到了噬阴谷才对，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如今不仅出现了，还是与南宫地族太上长老一起出现。楚风预感到定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楚风小友，你突破了！见到楚风，南宫地族的那位太上长老顿时一惊，他知道9品半帝的楚风已是能够斩杀3品武帝，如今楚风成为了1品武帝，怕是连他这位4品武帝也不是楚风的对手。但是他却不知道，楚风不仅突破到了武帝，连战力也是提升了1品。莫说是他这4品武帝，如今用尽手段之后，连5品武帝也不是楚风的对手。只是楚风此刻很是担心江无伤，根本懒得理会那位太上长老，而是直接来到了江无伤的近前，双手抓住江无伤的肩膀，很是关切地问道：“无伤弟弟，你怎么会跑来这里？发生了什么？”此刻楚风久违的有些慌了，尽管江无伤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是楚风能够感觉到
江无伤的状态非常不好。楚风大哥，是我无能，是我无能。江无伤看到楚风后，江无伤的嘴脸一阵扭曲，随后情绪顿时崩溃，眼泪汹涌而下，当着所有人的面痛哭流涕。无伤弟弟，没事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告诉我。看到这样的江无伤，楚风更加心疼，他知道江无伤肯定是经历了什么，否则向来坚强的他不会这般。到底发生了什么？楚风一边安慰江无伤，一边抬头对那位南宫地族的太上长老问道。此刻，楚风的目光有些凌厉，甚至瞪目一看，满是寒气，就像一把寒光闪烁的利刃。楚风如此凶悍，倒不是以为内楚风觉得江无伤的委屈与这位太上长老有关，而是这位太上长老曾想置楚风于死地，哪怕和解。可楚风对他的印象仍是极差，尤其是此刻心情不好，自然态度也就不好。楚风小友，你别看我呀，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位江无伤小友跑到我南宫地族，说想找你，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呀，所以只能带他来找龙剑了。心想龙剑可能知道你的去处，可是龙剑平日闭关的地方有很多，我找了好多地方，他终于在这里找到了龙剑。没想到你也在，这倒是省了不少事。只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江无伤小友并不肯说，所以我也是不知道。所以你还是问江无伤小友吧。见楚风目露凶光，那位太上长老竟然身体一颤，被吓得瑟瑟发抖。想当初高高在上的他，此刻在楚风面前竟然是惊恐不已，就连说话都显得很是怯懦，夹带着阵阵颤音。楚风大哥，这位前辈的确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要问他了，还是我来告诉你吧。江无伤用力地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泪水，随后便为楚风讲述起事情的经过。虽然他此刻很是伤心，但他也知道这不是该表现懦弱的时候，他还必须要坚强下去。而在江无伤的讲述下，楚风等人也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当日与4大地族一战过后，段吉道因伤势太重，便与尹公甫和江无伤等是银谷之人先行赶回了是银谷。然而还未到达是银谷，他们便被暗殿之人伏击了。段吉道与尹公甫被抓，是银谷同行的其他人全部被杀，唯有江无伤逃过一劫。而现在想想，对方很可能是故意放过江无伤的，否则以江无伤的修为，怎么可能逃得掉？江无伤当时已经乱了阵脚，只想找到楚风，因为除了楚风，他不知道还有谁可以帮他。而因为之前曾见南宫地族极力邀请楚风去做客，再加上南宫龙剑也是南宫地族之人，并且与楚风同行，所以他便觉得楚风可能在南宫地族，无奈之下便去南宫地族求救。其实他也想过去，南宫地族可能凶多吉少，毕竟大战刚刚结束，他去了可能是去送死。但是当时的他状态很是不好，只想要尽快找到楚风，已经放下生死。幸好南宫地族之人如今是真心想与楚风求和，所以在江无伤上门之后，不仅没有难为江无伤，反而太上长老亲自出马，将江无伤送到了此处。这位长老，多谢你将无伤送到此处，先前我对您态度不好，在此向您赔罪。楚风对那位太上长老深深的鞠了一躬。楚风是位讲理之人，恩怨分明，虽然他与这位太上长老有怨，可他带江无伤来此，便是对他有恩，恩怨相对便可勾销。而楚风先前态度不好，就理当道歉。楚风这个举动看着没什么，可是却被罗盘仙人看在眼里，恩怨分明，乃大丈夫也。楚风小友实在太见外了，虽然之前我们有些恩怨，但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可是一家人。至于那位太上长老，此刻笑得更是殷勤，因为他是真的害怕楚风，尤其是想到大战之时楚风还是半地巅峰，这再次相见竟已是1平5地，这种突破速度让他对楚风实在是忌惮不已。此刻他真是庆幸南宫龙剑当日出场，让他们与楚风和解，否则真是后患无穷。无伤弟弟，段吉道前辈与尹公甫前辈只是被抓，并不代表他们死了。我想暗殿之人抓他们是另有所图，短时间之内他们应该不会有事，搞不好只是让他们加入暗殿。而段前辈与尹前辈都是聪明人，相信他们都有拖延之法。楚风对江无伤劝道。真的。江无伤神情一动，本无比自责的面容已是有所缓和，相信我，他们应该没事。楚风笑着说道。随后白素嫣便亲自准备地方让江无伤休息。虽然江无伤身体没有受伤，可是他的心里的伤痕却很严重，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被杀和被抓，自己却无能为力，这是很痛的一件事。他的确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好一个暗殿。而在无伤离开后，楚风的面容顿时大变，本平静的眼眸之中寒芒四射，甚是吓人。楚风，你怎么了？白若晨见楚风如此，被吓了一跳。暗殿若想下手，无伤弟弟就算不死也不可能逃出来，现在他逃出来了，明显是暗殿故意为之，这是挑衅，是暗殿对我楚风的挑衅。楚风握紧双拳，咬牙切齿地说道。那你打算怎么做？白若晨问道。他们如何对我都可以承受，但绝对不能伤害我身边的人，不管两位前辈是否安然，我都要暗殿血债血偿。楚风此话一出，杀气四射，这方空气都是变得冰冷无比，仿佛天都要被冻结一般。见到这样的楚风，白若晨的娇躯也开始微微颤抖。虽然他也赞同楚风的做法，可是他却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楚风的确有些恐怖。他是真的怒了。龙有逆鳞，楚风的逆鳞已被暗殿所触。虽然眼下的情况不妙，尽管楚风极为愤怒，可是段吉道等人却不是想救就救的。先说楚风如今的实力还不够，就算楚风实力够了，可也不知道暗殿的大本营，想去救人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救，所以楚风只能先做好眼下的事。他先用心将嗜血铠甲做好，随后又专心致志地催动阵法，帮着南宫龙剑治病。这一切都被罗盘仙人看在眼里，江无伤等人的事情他都知道了。楚风情绪很激动，可是转眼间就能调整过来，这让他很是佩服，这等心性连他都做不到。而在楚风的一番努力下，南宫龙剑的病情终于痊愈，楚风成功了。
此刻，所有人都是喜出望外，尤其是白若晨母女俩，更是狂喜到落泪，激动的不知该如何是好。而楚风也同样很是高兴，只是在高兴之际，楚风的眼中却也隐藏着一抹忧虑。楚风小友，你是有什么心事吗？南宫龙发觉不对，不由对楚风问道。楚风，段极道前辈他们不是想救就能救的，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你还是不要太过心结，免得伤了身体。白若晨以为楚风是在段极道等人的事发愁，而楚风则是摇了摇头道：段极道与尹功夫前辈自然要救，只是现在我更担心的却是青木山的安危。这一刻，南宫龙剑等人恍然大悟，原来楚风担心的是这个。可是仔细想想，他们也觉得楚风担心的很对，连段极道他们都被伏击了，难保青木山他们也遭遇同样的下场。而此刻，南宫龙剑的脸上更是有着一抹自责，他知道以楚风的心性，应该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没有直接前往青木山，反而留在此处多日，其实就是放心不下他。楚风是为了替他医病，才迟迟未去青木山。楚风小友，我南宫龙剑现在就去青木山一探究竟，若青木山也遭此横祸，就算挖地3尺，我也将暗殿找出来，让他们血债血偿。南宫龙剑满脸凝重地说道。听得南宫龙剑此话，楚风也是心中一动，本来紧绷的心情顿时舒展了不少，就好像一块压在心上的大石头，此刻终于落地了一样。其实他本来可以在医治好南宫龙剑后，立刻就去青木山，但楚风为何不去？因为他与仙喵喵约定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先不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关键的是血铠甲有使用期限的，过了这个期限，虫子会死，而虫子一死，血铠甲也就失去了作用。楚风若是前往青木山，来回的路程也需要一些时间，虽然这个时间不会导致血铠甲失去作用，可是进入血杀阵后，未必一切顺利。若是在里面停留之际，血铠甲忽然失去了作用，那楚风与仙喵喵都将死在其中。所以楚风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但他又担心青木山的安危。眼下南宫龙剑肯替他去，他也就放心了，毕竟南宫龙剑是6品武帝，比他还强得多。多谢龙剑前辈。楚风抱拳施礼，发自内心的感谢。楚风小友，不要这样说，若不是你，我已命不久矣。我如今得以续命，乃是靠你；我如今能够继续修炼，乃是靠你；我如今能与家人团聚，乃是靠你。我南宫龙剑这条命，等于是你给的，你对我的我一辈子都报不完。南宫龙剑说道。前辈此话实在严重了，先不说前辈救过我，就算前辈没有救我，单说我与若晨的关系，我也应当尽全力医治前辈的病。楚风说道。行了，都别煽情了，眼下当务之急是看青木山是否安全。楚风小友，还有事就不要回青木山了，我与南宫龙剑同去。罗盘仙人开口说道，并且说话间取出一物递给楚风道。楚风小友，在这上面做个印记，若青木山无事，我会通知于你。而看着眼前这物，楚风顿时眼前一亮，惊叹道：金色闪光鸟。因为此刻罗盘仙人递给楚风的正是已经几乎灭绝的金色闪光鸟，正是这东西当年我是用了好多宝贝才搞到的。见楚风如此惊叹，罗盘仙人也是颇为得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南宫龙剑与罗盘仙人前往了青木山，想要看看青木山的众人是否安然的回到了青木山。至于白若晨、白素嫣、江无伤等人，则是继续留在紫焰黑山。虽然这里压力很大，可是这山洞之内有特殊阵法，他们不会有事，再加上这里常年无人来此，倒也是一个颇为安全的地方。但是楚风为了以防意外，还是在这山洞外布置了严密的阵法，将他们彻底隐藏起来。做完一切后，楚风便径直的前往了与仙喵喵约定的地方——5之圣土，3大禁地之一是血杀阵。血杀阵是一座浩瀚阵法，传自远古时期，只是在外面来看，那就像是一座被雾气所覆盖、无边无际的浩瀚大山，并没有奇异之处。但就是这样一个威名远播的地方，却是人烟稀少，甚至在山外一草一木都没有，就更别提任何建筑或者是一个生物了。除了阵阵呼啸的风声，此处当真是死寂的有些恐怖。楚风站在此处，也是的感受到了丝丝寒意。此处果然配得上禁地之名。然而就在此刻，忽然一双手自楚风身后探出，紧紧地蒙住了楚风的双眼。与此同时，一个温柔无比的声音也是在楚风耳边响起：大爷，要不要做按摩呀？好啊，你想从哪按？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因为当那双柔软的小手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了是仙喵喵那个丫头。好流氓！听楚风这样一说，仙喵喵赶忙放开了手，还嘟着小嘴，一脸鄙视地看着楚风。怎么流氓了？是你问我要不要按摩的，而我一路劳顿，还真有些累。按又怎么了？楚风笑嘻嘻地问道。不知为何，他明明心情很糟，可是看见仙喵喵这个丫头，心情就好转了不少。我说流氓就流氓，你哪来这么多问题？仙喵喵一脸傲娇地说道。你这丫头，这绝对是不讲理啊！楚风对仙喵喵很没办法，只得将血铠甲拿出来，递给了仙喵喵。给，穿上，我们进去吧。因为是血铠甲，有些特殊，无需脱换衣物，所以仙喵喵也是直接将血铠甲套在了身上。居然这么合身！穿上血铠甲后，仙喵喵惊呼起来，高兴的不停旋转。这件血铠甲经过楚风的修改之后，不仅变得很是合身，就连样子也是变得漂亮了不少。特意为你改过，自然合身。楚风微微一笑，也是穿上了血铠甲。果然厉害，不愧是本公主随从。仙喵喵说道。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随从了？楚风一脸不解。以前不是，不过现在是了。走，本公主带你见见世面，勇闯血杀阵。杀呀！仙喵喵疯疯癫癫的便向血杀阵跑去，冲入了那茫茫雾气之中。看着这样的仙喵喵，楚风无奈的摇了摇头，但却也不敢怠慢，而是赶忙追了上去。虽然仙喵喵实力强横，可毕竟不是解灵师，楚风可怕他出现什么意外。